心架一路，右蹬一根，接上式旋风脚，落地相合。好，两手双逆缠向上外蓬，同时松右胯开左步。当走后弧，重心左移，两手双顺缠放松下合，螺旋收右脚，手腕相合。双逆缠放松下按，周身放松后坐下沉。胸腰折叠，引动两手，领腕握拳，领膝提腿，团身蓄力，蹬腿发力，接斩手，开步。好，背后看一下，旋风脚落地，下势相合，松右胯，双逆缠上蓬开左步，身法微向右转。双顺缠放松下合，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合左胯身法左转，右脚虚步点地，两手手腕相合，放松下沉。胸腰折叠，引手螺旋，游拳上提，领膝相合。好，蹬腿发力，螺旋斩手，正脚下沉开步。朋友们，右蹬一根接斩手这个动作呢，其实大家最难的点不在于如何去蹬腿，因为左蹬一根和右蹬一根的这个逻辑思维是一样的，都需要我们做到哪些内容呢？来，接着上一节课的这个运动方式，咱们去进行一个复习。两手下合之后，我们最应该去做的不是先团身蓄力，而是要将胸腰折叠的涌动带到身体当中。回顾一下胸腰折叠，以腰当胯，尾闾为起点，内扣涌动上引，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腰当的一个折叠螺旋。记住，在发力引动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腹部开合，不要通过腰自己在动，动多了腰累腰疼。所以意念在小肚，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收腹上领，然后慢慢的将气息运用到胸背，做到一个胸背上蓬，然后再通过坐胯下沉相合放松，达到一个咱们整体运化的时候，吸气涌动上起，呼气放松下沉，做到一个脊柱涌动的节节贯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两手要做到以身领手的动作细节，在涌动的时候，找到这种手臂形似波浪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其实也就是我们身法在带动手臂练习的一个过程。扣尾闾上行，胸背向前，手向前，胸背向后，手向后放松下沉，找到这个节节贯穿的节奏和感觉就可以了。那我们到这儿之后，后半部分的提膝，领身相合，团到这儿之后，右蹬一根的螺旋，包括我们的发力方式，它和左边是一样的。在做右蹬一根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在螺旋蹬腿的过程当中，不能整个身体正向的去上下拔直，向左微微斜倾一点。这个时候中线呢，它会以这个微微带一点点斜中寓正的螺旋和胯的一个翻转，这样去蹬腿。这样子的这个发力过程是不是才符合我们说的这个腿在发力或是拳在发力的时候以一种螺旋的形式在发力？因为之前呢，很多同学在交作业的时候都出现了这种一蹬腿，直上直下的将腿向前去送出去，身体用的这个方法不是通过螺旋，而是直来直往的直劲儿，那么这就不符合全理全论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必须要通过螺旋运化的方式来找到身体，不管是左蹬还是右蹬，都要以螺旋出腿的这种形式去走。那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蹬完腿以后，这个力我确实是发出来了，通过螺旋，但是螺旋完以后的发力接这个斩手，它是很难的。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当我们在发力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抛弃两拳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作用。因为很多同学可能一发力以后，
这个拳它是抛出去以后不再管了，只管着向两边去发个力，有没有发出劲儿，哎，不知道，有没有打到位也不知道。所以呢，两手的作用也是我们保证平衡的一个关键原因。当我们在绷两拳的过程里，两手是不是非常自然的向外去进行绷拳？在绷拳的时候，两手的这个劲力，在我们身法微微斜中寓正的时候，它的两手是往前往上绷，看到没有？两手绷的时候是接近于平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两手就相当于是一杆天秤一样，在平衡咱们的身体。并且当我们打完这个力发放之后，你再通过劲力的回收，哎，绷出去，啪，回弹回来，它们可以很好的再通过两手的外膨相合，又能产生一个绷出去的劲力通过筋骨肌肉的回弹收回来。那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打开的瞬间产生相合？这个时候我们的劲儿才能从一个外散的这种运动方法，形成了一种劲力向中间凝聚的运动过程。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更好的保持平衡了？所以大家记住，我们之所以打不成右蹬一根，站稳接斩手，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劲力发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大家站不稳，老找腿上的问题，而是上身在发力完结束之后，有没有做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劲力回收，打出去回过来再转接斩手。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是大家都是忽略掉了？所以这一节课呢，再去在左蹬一根上再强调一下，打完这个发力，蹬完这个绷拳，我们要做到及时的通过弹性的放松收回来，然后转身斩手。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得先能做到站稳了，是吧？就站稳是没啥问题了。那你再去做斩手的时候，斩手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尤其是在劈掌下领的时候，上撩掌或者下砍掌，它用的劲力基本上都是让大家以腰为轴做核心螺旋。那很多同学喜欢蹬完以后，啪，拿脚给它一绊，大一斩，这能斩出来劲儿不能？当然是肯定不能的呀。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腰上的一个细节，这就是第二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是大家要注意上身梢节的相合，第二部分不就是注意裆胯的螺旋了？所以当我们蹬完右腿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小度向右转，螺旋带动两手。大家之前学过斩手的这个同学呢都知道，身体就算站到这儿不要动，让腰从左向右自然放松的去带动两手，自然放松，领臂上下去展劈。这个时候我们不就形成了中盘领带梢节的中盘螺旋带动梢节的上领手下劈掌，这个细节不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它的劲力核心在哪？还是在咱的腰胯上。不要把腰忘掉，不能蹬完以后把这脚落下来，然后再去斩手，这样还有劲儿没了，只剩胳膊上的这个动作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要把螺旋衔接的比较充分一些。那同样同学们，咱可以看一下，就是以前讲的时候大家不理解，大家都已经学了一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手的螺旋是不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当我在身法左右螺旋的过程里面，我左转身法缠胳膊向里相合，右转身法缠胳膊让胳膊向里相合，是不是身体在螺旋的过程里面可以带动两肩让手一前一后的运化？那我们的腿是不是也是可以的？你看腿放那儿不动，它是不是也能把腿给它收回来？通过合胯螺旋转腰，你看一转，这手可以这样收回来，那腿也是一样的呀。看到了没有？腿也是一样的。展胯的时候腿能送远，合胯的时候腿能相合，向回拉。所以这块大家也是能够通过动作的这个中盘螺旋所体现出来梢节的伸缩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下盘再通过中盘螺旋的时候收回来，我们想想，之前说过很多次，当脚拿开地面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根节了，它就是什么？梢节。
所以当我们发完这个力以后，身法一螺旋，你的这个右胯，哎，从侧面看一下，右胯在螺旋的过程当中，通过胯的旋转，右转相合，将右胯向后去领，然后右胯又带动右膝向内相合，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蹬跟踏接斩手收，是不是整个身体团进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螺旋的过程里面再找到一个什么？哎，再找到一个身体的周身相合的平衡，对不对？所以斩手为啥站不稳？你打开了，好，那腿一抡一上，腿是散的，手是散的，那肯定站不到这儿。但如果蹬完这个腿以后，腿是合的，身是合的，手也是合的，那你就能站稳了。一定要记住以这儿为运动的核心点，向右螺旋去旋转，不要让腿这样。以前很多同学这样做就整个身子去要稍节去甩，你越甩，你不是越是偏沉，对不对？那偏沉则什么？偏沉则随呀。所以越甩的越多，身子往一边偏的就越多，重心就不往中间凝聚了。我们需要以中间的凝聚核心的力量，就是咱们常说的丹田把这个劲凝在这个中间，你再产生螺旋，身体一定是中正的这是我们的右蹬一根接斩手，大家多多练习。